这个世界的精英都告诉我们，每个家庭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只有这样，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才会有安全感，才会有尊严。如果一个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他们就会出来搞事情。所以全世界每一个政府，如果你们想要治安变好，都应该帮助你们的老百姓去买房。比如说你家的老百姓如果手上只有20万，房子要100万呢，那你就应该让你家的银行借给他80万去买，他欠你的钱就让他慢慢的去还。最重要的就是先让这些人有房子住，对吧？各位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呢？这个时代买不起房的人都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毕竟政府和银行都帮了你这么多了一套房子8、9成的钱都不需要你出了，你还想怎么样呢？对吧？所以你是不是就信了这些话，然后拼命的去存个20万的首付头期款，先买来套房再说？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设计这套玩法的人真的想要帮我们买得起房，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麻烦嘛，因为一经落就会万物生。如果大部分的人都买不起房，那么更直接的方法呢，不是应该把房价打下来就好了吗？而反过来，你现在让我们全部人都借钱去买这么贵的房子，那房价不就只会越来越贵吗？我们下一代的子子孙孙不就更买不起房了吗？所以重点就来了，美国现在已经降息了，代表什么呢？代表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都可能会跟着美国去降息，也就是你借钱买房的利息将会变得越来越便宜了。那这是不是就代表2025年，也就是现在，就是最好的买房时机呢？还是说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都不去买房，只要房价崩盘了，我们以后甚至不用借钱去买房呢？大家好，我是扫医生。玩过大富翁这个游戏的都知道，大家一开始呢，手上的钱其实都一样的。那要怎么做才可以把你的钱变成我的钱呢？就是尽可能的去买地建房。因为无论你多拼命的去赚钱，但只要你踩中了我的地，你就要付给我租金，然后你辛苦赚的钱就会转移到我的手上，而我呢，就可以把从你手上赚回来的租金拿去买更多的地，盖更多的房，让你下一次踩中的时候呢，付给我2倍甚至3倍的租金，最后就破产。所以这大富翁真的只是游戏吗？现实不也这样吗？上班的早起晚睡拼命赚钱的是你，但那些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手上拿着土地跟房子的人，你就要把你赚回来的钱交租金给他，然后建学校、医院、商场、铁路的人是你，但就是因为你建的学校和商场在他们的土地上面，所以他们也是什么都不用做，地价跟房价瞬间就升值了几倍。而你想要成为跟他们一样的地主，你钱也存不到，你存到了，房价也涨了，又买不起了，这是不是很恶心呢？不止你觉得恶心很早期的经济学家呢也觉得很恶心，他们就觉得这是在惩罚对经济有贡献的人，奖励那些坐享其成的地主。因为只要经济稍微好一点呢，我是房东，我不管你这个开店做生意的有没有赚到钱，反正租金呢就必须要涨嘛。你不去租呢，就会有其他人排着队来租，然后这租金一涨，物价也会跟着涨。那这样的话，谁还出来工作，谁还出来消费呢？大家都不出来，都躺平了，经济不就崩了吗？那么当时的欧美那边呢，其实就很崇拜这种说法，然后呢，就给那些地主房东都去收了很重的税。所以当时这些国家的国库呢，都是从那些地主收回来的。也就是说，其实以前你去炒房跟收租呢是赚不到钱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按照这一套70年代以前的玩法去做呢，就是老百姓赚到钱交给了地主，地主交钱给政府，政府再把钱花在老百姓身上，那房价就不会涨了。现在也会跟当年一样，不会有什么不吃不喝20-30年才能买得起房的问题了。但现在这套玩法不见了，为什么？就是各位，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太多的事需要我们想太多的，唯独这个局，如果你不去一层一层的挖到最深，不把里面的利益集团都找出来，你人生就会失去大部分跨越阶层的机会。甚至说，就算你今天突然发财了，不用很久，你也会变回穷人的。为什么？一经落真的就会万物生吗？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个局里面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局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
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如果老百姓的利益保住了，政府的利益也保住了，那牺牲掉的是谁的利益呢？就是地主、资本家、贵族嘛。所以这些人呢就坐在了一起，然后把门关上。而当他们把门再次打开之后呢，就连续发生了2件大事，美元跟黄金脱钩了。当时无数人都在卖美元买黄金，美元瞬间贬值，所以美国在全世界买东西呢就会变得很贵。还有石油危机，石油的价格翻了4倍。那这2件事加在一起呢，欧美国家就直接滞胀了，物价暴涨，但经济却在衰退。也就是大家都赚不到钱了，做生意都倒闭了，就是你手上都没钱，但东西呢却卖得越来越贵。简单来说呢，以前一件衣服我成本50块，我卖100，我是不是就能赚50呢？但现在美元贬值，还有石油危机，让我的成本翻了3倍，变成了150了。那如果我不想要亏钱，我是不是就要卖150块以上呢？但就算我卖到150块以上，也不代表我能赚钱，只是代表我不亏钱，而且我卖150就没有人买了，所以我卖的东西虽然变贵了，但我反而不赚钱了。也因为这样呢，物价就涨了，但经济呢却衰退了，这不就打脸当时的经济学家吗？你看，以前你政府信的这些经济学家，像我们地主跟资本家收了重税，然后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那一套，就搞成了现在这样了。如果你政府大部分的税都是向我们资本家收的话，那我们赚不到钱，你国库呢也会跟着没钱了。你没钱了，你就没有办法发钱给老百姓，然后老百姓也不会出来工作，你整个社会呢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也因为这样，就诞生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新自由主义。简单来说呢，就是把过去的一切都反过来，开放了自由市场，减少税收，不要去干预市场的机制。这个呢，也是我读书时候第一堂经济学课所学的。听不懂了没关系，我们就直白一点，就是你政府不应该向我们收重税，因为钱落在老百姓手上呢是没有用的，只有落在我们资本家跟地主手上，我们才会拿去投资、盖房、做生意，这样才会让老百姓有工作、有薪水养家。当他们赚到钱之后呢，你政府就可以向他们收税，然后再把钱花在我们资本家身上。再直接点，就是把税制给改了。以前你政府呢是向我们资本家收重税了，然后你花在老百姓身上，但是现在你政府就应该反过来，向老百姓收税，然后花在我们资本家身上，我们资本家再为老百姓提供工作。那当时的经济就很差嘛，所以欧美就开始玩这套自由市场的理论，结果经济呢还真的瞬间重新起飞了，发展还比过去的快，好像就验证了这套玩法比过去的好。这就是大富翁这游戏开始出现的原因了。因为政府呢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对地主收重税了，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去囤房囤地，那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让那些打工的替我们赚钱了。然后全世界都被这套想法洗脑了，炒房收租都不用交重税嘛，那是不是就等同于鼓励你去炒房收租呢？房价是不是就会涨了？各位，房价暴涨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自从这套新的经济学理论出现之后呢，你觉得房价暴涨真的只是因为不用交重税吗？我告诉你，其实是因为从那一刻开始，这个世界的底层规则还有利益集团已经变了。你会发现，有的人说房价暴涨是因为地少人多，就是土地就这么多了，能盖的房子都盖完了，但是人口呢却不断的变多，买房的人却不断的变多，那供不应求嘛，房价自然就会涨。听起来好像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按照这套理论反过来的话，是不是说只要出现少子化人口变少了，需求变少了，那么房价自然就可以降下来呢？所以只要我们都不去生孩子了，那我们都可以买得起房嘛，对吧？确实，买房的需求变少，房子的供应不变呢，房价就会下跌嘛。但问题就来了，如果房子和土地的供应也跟着减少呢？我们去伦敦、东京这些看起来挤到不行的城市看起来是不是就是地少人多啊？但其实这些政府手上呢，还是握着大量没有开发的空地的，这些空地随随便便都可以拿去盖几十万套房子的。
但就是空着，为什么？就好像一家餐厅的老板告诉门外排了1个多小时的客人，我们的店太小了，座位就这么多了，没有办法一样的。听起来是非常合理的，让你觉得房价高是一个自然现象，你只能认命。但其实这餐厅楼上呢，还有很多空着的包厢，但是它就是不开放，为什么呢？很简单嘛，1970年以来，房价上涨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钢筋水泥变贵了，也不是建筑工人的薪水涨了，而是地价暴涨了。也就是说，你买房花的钱大部分都是付给了这块地皮的价值，而不是上面的钢筋水泥。也就是说，卖地就是一个政府最稳健的收入，土地就是一个政府最宝贵的资产。那么如果是你把这些地一次性的都拿出来卖，会怎么样呢？这些地的价格是不是就会因为供应变大而下跌呢？相反，如果你一点一点的像挤牙膏一样释放土地，每次都让建商来抢购，那这地是不是就值钱呢？是不是就可以把土地卖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呢？这样政府就有钱去花了。所以各位，就算买房的需求变少了，但卖地的供应是不是也可以跟着变少呢？那些开发商、建商是不是就可以不买地呢？政府是不是也可以不卖地呢？所以你去看日本，确实大家都不生孩子了，少子化非常严重了。但是东京的房价是不是一年比一年高呢？还有比如说加拿大，他们会把大量的土地划分成为一些低密度的房子，就是这里只能盖3层的房子，或者是澳洲，他们会给一个城市设个边界，就是可以盖房子的城市呢就这么大了，其他都是郊区啊，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去减少土地供应。但问题就来了，房价涨了，如果老百姓都买不起，没人进去接盘，那房价也会跌下来啊。所以这游戏能不能玩下去，关键是房价涨了还是老百姓买不起了呢？这个游戏是不是只要让老百姓买得起就可以了呢？那很简单啊，只要把房子变成金融产品，然后贷款给老百姓，他们不就买得起了吗？银行跟资本家是怎么赚钱呢？就是把我们存进去给他们的钱高利息的借出去嘛。那如果他们把钱贷给一家创业的公司，那风险高不高呢？如果这家公司倒闭了，银行的钱就没了，对吧？但是如果把钱贷给你去买房呢，就算你还不起钱了，银行还可以把你的抵押房子收回来拍卖。所以银行资本呢就设计了一个新的产品，叫做房贷。他把钱借给你30年去买房，你未来30年的工作收入就会通过月供这个形式稳定的源源不绝的流进去他们的库房里面。所以这是一笔几十年几乎零风险的稳定生意啊。而这样的生意还可以自己不断的循环加速了，什么意思呢？首先银行它只需要降低它的利息，或者是降低首付头款，就可以让老百姓更容易借到钱了。那么当大家手上借的钱变多的时候，就可以买更大的房子，买房的人就变多，需求变大，然后就可以推高房价，然后抵押在银行的这些房子呢就更值钱了，银行的资产呢就变值钱了，他们就可以贷更多的钱出去了，资产的钱变多了，大家就更容易借到钱了，然后就会继续的买房，重复这个循环。还有开发商、建商他们去买地盖房的钱怎么来的呢？也是从银行借来的嘛。因为资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只要可以拿别人的钱，就不要用自己的钱。那么当我借钱回来买了土地建房，我的房子呢是不需要盖好才去卖的啊，我可以预售啊。那么只要你买了我的预售房，我就可以先从你这里把我欠银行的钱收回来，然后我就有钱还给银行了。也就是说，你的首付呢就是我盖房的成本，你的贷款呢就是我的利润，你还的利息呢就是银行的利润。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买房的过程里面，自始至终呢，银行都没有掏出过1分钱，开发商也同样没有出1分钱，只有你掏出了3代人的钱包，另外还背了30年的房贷。所以银行设计的这个房贷产品呢，让你把未来30年的钱现在都花在房价上面，房价是不是就有了一直涨上去的发动机了呢？所以我发现啊，很多人会参与去讨论啊，到底要买房还是租房啊，房价是涨是跌，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吗？就算房价会涨啊，买房比租房更划算，那又怎么样了呢？你有钱去买吗？
很多人都想要独立有自己的家庭，但一旦搬出去住了，每个月的薪水呢就会要有一半拿去交房租的，扣除了生活费、车费，剩下能存下来的钱呢，一年去一次旅行就没了。然后有些人就以为只要自己少吃2顿牺牲掉玩乐的费用，就可以为未来做准备了。结果发现他的生活费因为通胀还不断增加，但自己加薪的幅度呢却永远是跟不上了。你知道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要经历这些事情吗？就是因为他们除了薪水以外没有任何的收入，他们有工作，但也只是替别人赚钱，从未替自己赚过钱。他们认为投资是一件高风险的事，觉得身边的人投资亏钱了，那自己也会亏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上学校老师没有教他们只能教学校允许他们教的东西，也就是培养你成为一个好的员工，来替老板打工。而我告诉你，投资其实是可以学习的，它是一门科学，是可以复制和实践的。你缺的可能只是一个在投资领域有真实成果的师傅。如果我跟你去赌会不会下雨，我看到了乌云了，所以我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你觉得我敢不敢跟你赌呢？未必嘛，因为还有30-40%的可能我会赌输，对吧？但如果我赢了，你就要付我100块，我输了，我只需要付1块给你呢。长期跟你玩这样的游戏，我是不是只会输少赢多呢？你的钱是不是就会转移到我的手上呢？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学太多投资的方法了，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跟系统，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而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自己所有的商业机密毫无保留的记录在一个股票投资班里面了。好消息是，这个投资班目前是免费的，坏消息是这个有名额限制，超过之后就开始收费了。如果你不想要跟我们擦肩而过，赶快点击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吧。那么房价涨得这么厉害，牺牲掉的是谁呢？如果政府、资本家都在这个利益集团里面，牺牲掉了是不是普通人呢？好像也不是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因为买了房然后逆天改命的人呢？比如说你可能只有100万，但就是因为你用了这100万作为了一个首付头款，你买了套1000万的房子，那这套房子涨了10%了，你的回报率有多少呢？1000万涨10%，是不是就赚了100万？你用100万赚了100万，你身家是不是就翻倍了？也就是说，你通过房贷用最小的本钱去买了一个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企业家都希望它价格涨上去，也可能会帮你把它的价格涨上去的金融资产，你是不是其实也是在这个利益集团里面呢？所以牺牲掉的是不是只有那些买不起房的人的利益呢？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一经落真的就会万物生的吗？我们看日本吧，当时日本的房价涨得有多狠呢？就是一个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了，所以美国就直接一个广场协议，让日本的房价2年之内砍了1半以上，然后美国直接抄底日本大量贱卖资产。那这些细节呢，你可以看我以前的影片。但问题就来了，日本的房价跌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买得起房子呢？当人人都可以买得起房了，而不用去贷款，没有房贷压力了，是不是就可以有钱去消费了呢？这样大家的生活变轻松了，是不是就可以在家里面多生小孩了呢？所以日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经济失去了30年，年轻人躺平了，不生小孩，甚至连恋爱都不谈了。为什么？因为它通缩了。当时大量的日本企业倒闭了，无数的日本人呢也失业了，就是你连薪水你都赚不到了，你还买什么房呢？消什么费呢？你一个刚毕业的小朋友，你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你一腔的热血，还有双手双脚，你就只能出卖你的劳动力来换钱，对吧？你想要往上爬，但是你怎么努力呢？你都是没有办法换来更高的薪水的。那些资本家财团呢，在房价跟资产价格贱卖的时候呢，他们抄底了无数的资产，所以日本的财富呢，都集中在这些少数人的手上了。到最后，日本玩的还是大富翁这个游戏当日本的年轻人买不起房的时候，他们就只能把自己的薪水拿去租房，那钱到最后呢，还是送到了资本家的手上。
然后日本基本上呢，每个行业都是被少数的资本把持着，所以当房价崩盘的时候呢，受益的真的是那些买不起房的人吗？大富翁收租转移财富的这个游戏，反而是在经络的时候玩得更厉害啊！所以日本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政府跟10几个首相呢，都想办法去救房价，去大力的放水，但也没有什么用。直到最近呢，日本才慢慢的走出这个通缩的坑，日本的房价才创了新高。所以你发现了吗？其实买不起房的人也是在这个利益集团里面，因为一个社会呢，房地产带动的行业太多了啊，你盖房需不需要人？装修设计、材料、运输，这里面有多少的工作机会啊？当大家都不买房了，你觉得这些搬砖的人还有工作吗？当大量的人失业的时候，就没人消费花钱了，那其他的行业赚不到钱也会很好吗？当大家都赚不到钱，买不起房的人难道就买得起了吗？然后中产呢，资产缩水，资不抵债，断供。全世界大部分的老百姓财富，他们人生最大的投资就是他的房子。一个断供，两个也去断供，那银行收回来的是不是都是烂账？是不是银行也会有金融危机？所以这个利益集团其实是把政府、资本家、中产、穷人都绑在了一起了。一经落其实是万物死，也就是说，有了日本的这个前车之鉴，除非一个政府他想要试去30年，否则他最后都会想办法救市了。比如说08年美国金融危机嘛，房地产都跌成什么样了？当时美国的银行疯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流浪汉银行都把钱借给他们去买房，只要你想要买那就 OK 了，结果就崩盘了嘛。但崩盘了之后，美国就开始降息印钱，重新把它的房价拉上去了。那么听到这里，你想不想要玩这个真人版的大富翁游戏呢？你觉得房子或者是土地到底是在涨的时候买还是跌的时候买呢？留言告诉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听懂了。所以各位兄弟姐妹，你想要拥有财富呢，你必须要先纠正自己以往没有赚到钱的观念。一个人呢，就是你自己观念的产物，你是在你的观念指引下去行动的，你一定要去承认模式的选择是远远大于你的努力的。虽然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都要很努力，但是努力的结果呢，却是截然不同的。框架呢是大于努力的，如果方向错了，停下来就是进一步了。如果你想要跟我统一所有的投资逻辑，系统性的为自己的财富安装防火墙，还有导航系统的话，甚至你希望我们有什么布局可以第一时间跟你联系的话，我只能呼吁你赶快走进我们描述栏上的第一条连接2025年的股票投资班了。而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响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